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例题。大家可能会奇怪，刚才我们举的例子不都是有多个独立元作用，从而使得它们叠加吗？这里面只有一个电压源，有什么可叠加的呢？我们这里用的是线性系统的一个性质，叫做齐次性。大家看，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带球的电流值是1安的话，那么很显然，这是2伏。由于它是2伏，很显然，这是2安。在这个节点上用一个 KCL 知道这是3安，因此这是3伏。在这儿用一个 KVL 知道这是5伏，知道这是5安。在这儿用一个 KCL 知道这是8安，知道这是8伏，知道这是13伏，知道这是13安。KCL 知道这是21安，知道这是34伏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了，如果说这里的激励源是34伏的话，将得到1安的电流。那么现在激励源是51伏的话，将得到怎样的电流呢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关系，也就是说，51比上 I 一定等于34比上1，你就能够推得出来，这个 I 是等于1.5安的。看吧，如果说你不这么来做，那么我们把所有的都擦去。你采用串并联，你就会发现很麻烦。1跟2并是2/3，再跟1串是5/3，5/3和1并是什么？再和1串是什么？再和1并是什么？这就很麻烦。你好不容易知道了从这儿往右看是什么，你还需要在这儿做一个分流，在这儿再做一个分流，在这儿再做一个分流，才能知道电流 I。这就太麻烦了。所以巧妙的利用齐次性，可以非常高效的求解电路。在结束本讲之前，我们还需要有2个注释。第一个注释，我们用叠加定理是只能用来求支路量，也就是支路的电压和电流，而不能用来求支路的功率的。支路的功率不是支路量。我们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。对于这个例子来讲，我们需要求解 R 等于1欧上所吸收的功率。我们用节点法来做，这是参考点，这个自然就是 U 了。那么于是就是1/1加上1/1乘以 U 等于 US 减 IS。很显然 U 是等于 0.5 US 减 0.5 IS 的。那么由于是1欧了，所以 I 呢是等于 0.5 US 减 0.5 IS 的。那么它所吸收的功率，由于是关联参考方向，所以 P 吸收是等于 0.5 US 的平方加上 0.5 IS 的平方，再减去 0.5 US 乘以 IS 的。大家观察这个元件所吸收的功率，它并不是 US 和 IS 的线性组合，它出现了这样一个非线性项，所以它很自然的就不等于 P 是 US 等于0加上 P 吸收 IS 等于0。所以大家一定记住，叠加定理不适用于功率。我们第2个注释就是受控源是不参加叠加的。这一点早在本讲的一开始我们就举例子说明了，在这里举另外一个反例来说明。对于这样一个题来讲，是一个3个元件的串联，我们要求电压 U。那么这个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用一个 KVL 就能够知道了。US 是等于 U 加 0.5 U 的，所以呢 U 是等于 0.667
US 的。如果我们想要让它来参与叠加的话，那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求解这样一个电路，很显然这个 U 一撇是等于 US 的。另外一个子电路是这样的，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呢，有 U 两撇加上 0.5 U 两撇等于0，所以 U 两撇是等于0的。你发现了吗？ U 一撇加 U 两撇是不等于 U 的，所以对于叠加定理来讲，我们只把受控元当成是一个能量或者信号处理的电路，也就是说它是那个线性系统中的一个元件，而不是一个激励，因此线性受控元是不参加叠加的。好，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。